盘上，好，这边上到调色盘上，我们就用这个深棕色来画它的边缘毛，看清楚每个部分、每个部位毛毛的一个分布，画一下它的外轮廓。首先，这个耳朵上需要画毛发出来的地方，耳朵尖尖啊，所有的毛发都是那种小 C 弧啊，打小 C 弧。然后比如说，等一下我试一下笔，它有点干了。好，比如说耳朵尖尖的毛发，那肯定顺着耳朵往上的，但是呢，这个线条我们得打成这种小 C 弧，轻一点，不要超出边缘太多，刚好贴近它的边缘就可以了啊，不要织太长了。根部，好，来几根儿，嗯，耳朵的根部来几根毛发。中间的地方我们就不用去画这种毛发了，我们就直接用线条，轻轻的去这样给它连接起来，不用包的太拢，中间留一点空隙，包活线。好，好，耳朵部分我们就填完了，接下来在它的脑袋部分。脑袋部分的话，我们头顶倒是你不用多去关照它的头顶啊，头顶你可以就这样点几个点儿，啊，笔尖轻轻点几个点儿，就这样排过就可以了。好，那或者是轻轻拉一点小线，排过就可以了。然后后脑勺这个地方，靠近耳朵的地方，我们轻轻的打两根线条，是微微往下的。好，包一下。这种转折的地方变成几根线，两根线条，好，C 弧包一下，往脸蛋上去。记住这里，你们勾这个外轮廓线条多看几遍啊，线条不要画太长，笔尖轻轻点几下。好，额头上都是在转折的位置，先画两三根小线条过渡，然后再用线条去连接。然后这个地方靠近它的鼻子脸蛋儿这个地方，我们可以画几根线条往上、往外面倒啊，看我线条的方向，往外面倒，轻轻的，好，往线条变成点，轻轻的往鼻子上这样子去微微过渡一下，脸蛋上的毛毛顺着脸蛋往下走，脖子上这里我们就斜着，笔尖点几下，往脖子上带过去就可以了。再到它的身体转折的地方来几根毛发，带着一个线连接起来。好，屁股墩儿。你看我所有的线条都没有很超出它的轮廓啊，都是在外轮廓的位置去画，不是深老长一定要延伸出去的。这样子你的这个兔子毛毛看起来就非常的炸毛，而且的话看起来脏脏的，潦草的很。然后角上面的话，中间分一根线啊，我们左边的 C 弧就往左边去扩，好，右边的我们就往右边去扩 C 弧，往中间这样子去聚拢的一种姿态。好，浅浅的毛毛带着到脚跟儿，好，中间打个 C 弧，就是脚掌心这里微微的轮廓给它勾出来。接下来到它的手的部分。手的部分也是往尖尖上去啊，顺着边缘轻轻的往尖尖上收拢，好，往尖尖上收拢。过了这个手臂前端之后，线条越来越浅，笔尖轻轻的将毛发变成这种小点点，往后去做延伸，过渡一下。如果说你看这里，我就觉得线条排的太干净了，我就可以轻轻的给它擦掉一些，让线条变得若隐若现一些。好，毛毛画完了之后，我们去看一下它的脸上，脸蛋上哪些地方需要去画一些毛毛。
这里的水圈我画一下。脸蛋儿拉扯过来，往边缘去。多余的颜色清水擦干净，擦到纸巾上。刚刚笔不太干净，去清这个水圈的时候没有清干净，笔没洗干净，画它轮廓的那个颜色还在，重新去清一下。好，将它的脸蛋扫干净一点。眼睛前方我们来几个小毛绒。眼睛到鼻子这个线条过渡的地方啊，眼睛到鼻子中间这里，我们可以用3根短短的线条，轻轻的往鼻子过渡一下。小腮红还是要给它画出来，没有小腮红，再取一点刚刚的那个粉色。眼睛下方侧推，打一点小腮红，侧推往外扩。好，水圈边边上拔拉一下，就是眼睛下方给它做一点这种粉粉的颜色。一定要把水圈弱化掉，弱化水圈的方式，将边边上笔顺着水圈的边缘扒拉。好，将颜色轻轻的扒拉到边边上去。好，小腮红的感觉就出来了。脸上的话，我们还是可以用暗红色，也还是可以用那个棕色啊，给它点几个点儿。就是眼睛下方眼尾的这里，苹果肌的地方，颧骨的地方，轻轻的点3个点儿，点的话是越来越细，越来越小。好，这个兔子的毛发我们就画好了。那给大家看一下。OK， 颜色画好了之后，这一步结束之后，我们就要该干嘛了？我要去给它封层，先上一个底胶。水彩的话没有怎么靠近边边啊，指尖这里我们等一下可以修磨一下。先上一个底胶，甲片上面你磨不尖尖没有关系的。底胶整甲全涂，包边照灯30秒。这是水彩之后的一个正确安全操作流程啊。好，照灯时间30秒，底胶30秒照完之后，我们用磨砂封层去封，因为我想做一个磨砂质感的。这里是用的磨净粉专用，也就是那种隔粉磨砂。隔粉磨砂的话，细颗粒，对下层的彩绘就是遮盖力没有那么强。下面的彩绘虽然说磨砂封层颜色会暗1个度，就是浅一点点，但是它不会过分。不会影响下层颜色的一个饱和度。薄涂啊，磨砂封层不要去做建构，不要厚涂，一定要薄涂。好，然后很多宝子我们在刷这种瓶装胶，用刷子去刷胶的时候，会不会老是出现容易后缘指尖这种地方出现堆胶的这种情况？如果说有这种情况的话，我们可以就是有一个小的方法，如果说啊你的后缘出现堆胶的情况，可以指腹去按压一下，将后缘多余的颜色由指腹带走，胶到指腹上，然后再过这个包边的位置的时候，轻轻挨一下，把边给它包上，顺便多余的胶就被指腹带走了。这是一个小方法。照灯时间60秒到120秒。磨砂封层照灯结束之后，我们准备上微雕胶 C01白色。C01白色微雕胶和拉线笔，用微雕胶给这个兔子勾一下边边。这里的话，笔要细，线要细，就是在这种毛绒边的位置去给它穿插在毛绒边边上，里面这儿穿插1根，旁边穿插1根。好，也是不要太超出外轮廓啊。勾一个边边，
好，可以用点儿来表现，跟边轻轻勾一下。白色我们只是局部的给它添加在里面，但是你看这两条线超出外轮廓太多，看到没有？超出外轮廓太多的话，它的整个耳朵看起来就毛毛就很杂乱，看着就很不干净。所以说，还是要勾细一点。笔尖的胶尽量的少一点点，笔尖不要有胶珠。好，毛巾儿轻轻带一下，对，那可以对比看一下，两边看起来是不是这边感觉杂乱一些？因为耳朵尖尖的毛太长了，画几根。那像这种情况的话，我们可以给它擦掉，重新画。取这个微雕胶的时候，取完划一下，不要让笔尖带上太大的胶珠。根部添几根毛嘛。白色不要包的太多了，额头顶上来一个外轮廓，来一点，局部去勾，还是注意观察每一根线条的位置。有时候这个线条都没有往外拉，只是轻轻的这样带了一下。好，面部的话，我们可以在眼睛中间再点一个白点儿。这样子他眼睛看起来更亮了吧？这个小腮红的地方点一个小白点儿，额头上点一个小白点儿，让它看起来梦幻一点，就像小泡泡一样。接下来把这个花花的花瓣包一下，左 C 弧，右 C 弧，扩出去，花瓣包胖一点。两头尖，中间胖。那这个大花瓣给它画完整。画心处浅浅的点几个点儿，就把花花勾了就可以了啊，叶子不用勾。然后再到它的身体上，那这儿线条错开来，勾两根儿，好，先 C 弧扩过来，转折的地方加两根线条，哎，好，屁股的地方扩过来，脚上的地方，好，线条 C 弧往上。中间 C 弧脚底板儿给它勾出来，这种小细线的地方，用小点点带过就可以了啊，毛茸茸的感觉，但是线条一定要画的非常的精细。那看一下，不要超出外轮廓太多的空间，这个线条。然后这里照灯，照灯的话，我们把饰品准备一下。转转这里用到的颜色的话，这里一个少女粉，极光透底温精灵钻少女粉，给大家看一下，都倒出来吧。透底的钻啊，这个不是那种实底的，这个是透底的，透底的会更水亮一些。是极光色、极光粉，这里还有个极光紫，这个亮对比下来真的是。粘钻胶拿出来，镊子准备好，贴钻钻了，还是按照我们刚刚的那种排位去啊。既然这边空间大一点，那这边肯定我们就可以贴大一些的。好，夹起来，
底部粘胶，粘胶的时候有个小细节啊，钻的话要被粘钻胶半包裹。半包裹的话，我们可以将钻这样压下去，将胶半包裹。好，提起来的时候，两边不是尖尖的吗？尖尖的是不是挂手？那么我们的钻就可以后边推一下，好，前面推一下，让胶把它的边边给它包住。哎，这样推一下，两个尖尖被胶包裹住，然后提起来，好，多的给它扭下去。提起来放上去，轻轻的放上去啊，轻轻的放上去，将中间空气压出去了之后，我们微微的调整一下，中间的空气压出来，要留一点点空间，方便我们照灯。你压得太紧，将钻底下的那个胶压太紧，溢出来了，溢出来的话就不容易照干。但这种透底的还好，因为可以照到底部。那如果是不透底的那种钻，你们如果说压太紧，中间的胶溢出来在边边上，里层是照不到的。我擦一下钻面上，因为刚刚钻镊子收镊子的时候方向没对，这上面有一点小胶，去排一下中间的地方，我们可以贴点这些可爱的小饰品。这个有点大，我看一下这个月亮怎么样，一点小巧可爱的小方块啊，小珠子啊，这种小水滴呀，那这些都行。还是一样，底部粘胶，尖尖上往前推一下，让尖尖被胶包裹住。随时关注它们的动态。好，轻轻敲压下去。中间我们也可以用这种小钻来过渡啊，这种小水晶珠、人鱼珠子。因为现在这个钻的话，我们用到的是紫色、粉色这两个颜色，只要是搭这种颜色，我们都可以用啊。给它过渡一下，来一颗紫色的吧。耳朵尖尖，如果说有一点点被遮盖是没有关系的啊，空间我们可以收紧一点，不要太超出侧边线，往中间浮一些。再来一颗就可以。你可以饰品可以微微超出它的侧边线，但你别超出太多，别显得整个甲面太肥。好，往中间浮一点点。要拉丝的话，从旁边啊，旁边去搜镊子。这里为什么不照灯顾一下形？因为等一下我要贴珍珠。先放到一边，把珍珠拿出来。珍珠拿出来，最小的珍珠。如果说你们没有这种特小号的珍珠的话，你们可以用钢珠来代替啊，银色的钢珠。后方位置可以稍微给它固化一下，好，微微固化一下，不要让它流动就好了。先来大珠子，这种边缝里面，因为溢出来的胶还是蛮多，我们直接就靠周围的胶去给它粘上去了。好，尖尖上带尖尖的饰品，虽然说已经被胶包裹住了，但是在尖尖的尽头，我们同样还是要用珍珠去给它过渡。对，带锐利的转角的这种钻，边边要用珍珠或者是钢珠给它衔接，顶上贴个珍珠。好，镊子如果有拉丝，我们就从旁边移开。现在还有一个位置还没有贴，这个位置下方这个位置，屁股上左下角来个小月亮吧。因为这一次不像彩虹绵绵羊是捏了雕花胶的，所以说这些饰品我们全部都要底部粘胶。往中间浮，对，往中间浮，不要超出侧边线太多，往上往中间浮。
人鱼珠 ，OK， 可以。你就记住这个钻钻的颜色，以粉色、紫色这种为主。这个樱花兔和那个绵绵羊，它是属于姊妹款啊。这个是樱花妹妹，那个是绵羊弟弟。哦，不对，那个也是绵羊妹妹。好，小珍珠出场，小珍珠给它填补空隙。最后在照灯之前，我们要先扶正一下啊！你看这边的钻，这边的钻就已经超出它的这个侧边线了，看到没有？这边侧边线已经变成一个 C 弧了，那这边侧边线还是标准的。那我们就要把钻往中间扶一点，往中上位置扶一点。好，我要看一下这边的钻钻，调整一下位置，往中间扶一点，不要太超出侧边线，离小兔子近一些。好，这样子看的话，甲面才不会显得很宽。虽然说饰品贴的蛮多，但是甲面不会显宽。在照灯之前啊，裁一下边边，看一下边边有没有多余的胶，还好没有。先可以给它定个型。好，我要拿去照灯了。照完灯之后，然后有一些边缝还有珍珠也还需要我们单独再去封一下，就用封层溜一下边。然后这里的话，我选的是那个水彩笔，但是这个水彩笔我是已经沾过胶了，它是已经不能拿来画水彩了，只能拿来碰甲油胶类的产品，因为它这个尖尖很细，然后笔腹又很粗，填边角缝隙也比较方便，笔尖能探进去，然后压笔的时候又可以这样大面积的去这样铺色。比万能笔的话要方便一点，相当于是万能笔和拉线笔的一个结合。拉线笔的话太细了。你只能去溜缝，需要大量胶的时候，它就没办法带胶。然后万能笔倒是能大量的带胶，但是它就是没有笔尖，笔尖有点粗，所以说正好这个的话就特别的适合，把这个钻钻的边角缝隙还有珍珠全封，边角缝隙从周边绕过来，形成一种半包的趋势。看这种就填起来就特别的省力，而且不费力，不费劲。钻和钻因为粘的比较紧，钻和钻我们是做的很紧凑的啊，不是那种稀稀拉拉的。所以说去填胶的时候，我们需要把钻的这种边缝衔接处这些地方衔接的这个缝隙，也需要给它包一下的哦。这是中间这个缝缝。OK，包好边之后，我们拿去照灯，这个大拇指就结束了啊。大拇指的部分完成了，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它的副甲中指部分。中指部分其实，这个款式里面的话，主甲的话有2颗，主甲是大拇指和中指，大拇指和中指都是画的小兔兔，然后3颗副甲，3颗副甲里面，副甲里面也分主次，它的主的话是无名指这一颗做了一个法式扭曲格纹，然后另外2颗贴了点小饰品。接下来的话，我们把中指拿出来。中指上面是一个兔脑袋，这个兔脑袋我们先在中指甲片上去找一下它的比例，还是一样的啊，和大拇指一样的一个步骤，只是说兔子的形态变了一下而已。白色彩绘胶和拉线笔，中指这个甲片上我们在定点的时候，好，去把甲片分成2份，2份这一份我们在中线看一下，大概1:1的一个比例，1:1的比例稍微往下面再靠一点点。好，这个定点的位置，是兔兔的脑袋的位置。好，然后再去看一下，在上方这里，我们去平均为2份，
啊，也就是这个地方和这个地方，我们把它1:1啊，从这个后缘到我们刚刚定的这条线之间分成2份。那当然，中段这个位置是画兔脑袋的，上面就是兔耳朵，兔耳朵不要离后缘太近，要留空隙啊。然后下方这个地方，紧接着它的脖子那一圈是拿来贴饰品的。这个构图在我们刚刚在纸上的时候大概的讲了一下。那你要把那个后缘的距离留出来，指尖的距离你轻轻的点一下，给它留出来啊。后缘和指尖都要留空隙的地方。好，去画它的兔脑袋。3七线在哪个位置呢？兔兔的3七线，我们3七线垂直下来。好，3七线垂直下来，也就是兔兔的脸蛋儿不能超出这2条线。好，分成2份。哎呀，上半部分去画它的脑袋，画一个半圆。好，下半部分去画一个 C 弧。好，连接过来。感觉这边的脸蛋儿瘦了一点，那就再画圆一点，可以再突出去一点。好，然后耳朵，这里我就不会讲的太过于细节了，因为它和我们大拇指上色或者是贴饰品流程步骤都是一样的，只是说兔子的形态不一样了，变成了一个正面，一个是45度角，一个是正脸。好，然后填完了之后，我们去将颜色去给它做填充。除了中指是画兔兔，在无名指上面我们有一个圆法式，取一点白色凝胶，在甲片上去推一个圆法，这个笔没洗，先用一用吧。好，推一个立笔压笔，推一个圆弧，左边 C 弧下来，右边 C 弧接着下来，就跟涂单色刷后缘和转角处的这个弧度是一样的啊。然后再去可以看一下，补一下哪里还不够的。好，颜色刷匀，从上往下拉，不透底色就可以了。不透底色就可以，就1层就好了啊。稍微有一点点颜色不是很实，但是差不多不透底色就可以了啊。主要是我们要在上面做水彩。好，这个是无名指。那去照灯，但是另外2个我们现在就趁这个时间一起把它弄了吧。另外2个的话，上面是加了一点点散粉。这个粉的话，是我之前有用过的一个极光粉。好，这种极光粉偏红光的啊，红调的这个是独角兽极光粉。食指和小指因为要上粉，要擦粉，所以说我们给它上一个免洗封层。免洗封层整甲全涂，不要包边，薄一点啊，也不要刷太厚了。这一层的话，这层免洗封层主要是为了等一下上粉出那种极光效果。只刷甲面，有气泡、小颗粒或者是小毛毛什么的，一定要给它刷下来，不要去包边。好，拿去照灯，照灯时间的话是30秒，30秒之后拿出来抹粉。30秒照灯结束之后，我们取一点点这个独角兽粉啊，只需要一点点，不需要太多。然后刷在它的中间的位置，甲片中间靠近指尖的位置，对，来一点点。还是喜欢用手抹，还是喜欢用手抹。好，就中间刷一条像光圈一样的这种感觉啊。好，边上多余的擦掉。不要整个甲面全部都抹得上去，我们就只刷一点点。
多余的粉的话，我们用手刷把多余的起余粉清扫一下。然后这个指甲基本上剩下的步骤就是一个上那个贴钻就好了。极光粉之后上一层防翘底胶，然后再来把这个无名指。无名指这个白色原法式照了完灯之后，给它上一层水彩打底磨砂。水彩打底磨砂，整甲全涂不包边。好，继续拿去照灯。腹甲部分的底已经全部打好了，这两个是需要上水彩的，把它拿出来。这个小兔子和我们的大拇指那个上色的颜色是一模一样，我们侧重看一下哪些地方需要上色。这里的话，你们只需要看一下我演示就可以了，因为只要你把大拇指练好了，这些后面的都不是问题。额头顶上，然后到两个脸蛋上色，这里就围成一个圆形就可以了啊。重色区在上半区域脸蛋儿。好，没什么颜色了，再往下走。然后再次取一点颜色，围绕着中间鼻子、嘴巴这个位置。好，侧推打 C， 侧推打圈。笔尖指向中间。你水太多了，水太多了，把水全弱化掉。鼻子、嘴巴那里晕一个小腮红就可以了。外轮廓如果说有水圈的地方，给它擦一擦。差不多。这个兔子需要染色的地方，差不多就这些位置，其他地方其实都是我们后面可以去，要贴钻的地方啊。我们可以拿一个粉色，把下面的这个区域身体上直接给它做一点粉色的渐变。这些地方无所谓的，因为等一下你一贴钻一遮盖，就什么也看不见了。然后再到它的五官，眼睛。眼睛的话，在它的耳朵外轮廓线条对下来，耳朵外轮廓线条对下来。好，这边画一个圆儿，画一个小椭圆儿。太长的地方我们给它擦掉。可以把眼睛画圆一点啊，不要只顾着是椭圆就往长了去拉，不是的，它还是要接近于一个小圆点的那种感觉。好，继续画它的鼻子、嘴巴。鼻子、嘴巴的话，我们还是用这个颜色画一个浅浅的线条就好了。好，拉一根短短的线，接下来拉一根短短的线，不要画嘴巴，这个就嘴巴就不画了。线条给它收一点点。
线条给它擦一点点，收一点点。不要让线条画的太粗，太粗的线条我们可以用尖尖沿着线条边边啊，给它收一点点。好，再看一下颜色啊，那些腮红脸蛋上的腮红可以再来一点，我们再取一点红色。好，脸蛋上再来一层小渐变。嘴巴周围这里啊，嘴巴周围就是它鼻子下面那条线周围，我们去画一个红色的啊小腮红，就是小光晕、小色晕，这里一圈，看起来粉粉的就好了。没有需要上色的地方了。头部、脖子这些地方都不要管，这些地方会贴饰品的。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毛发。需要加毛发的地方，转弯的地方，耳朵尖尖上，C 弧来2根儿，C 弧来2根儿，根部贴着它的边缘轮廓，顺着它的边缘轮廓画一点就是小 C 弧线条啊，线条都是那种弯的，不是那种直的啊，而且线条都不会很长，全是那种短短的。短短的，但是呢又带一点小弧度，贴着它的边缘轮廓，你可以稍微超出边缘轮廓一点点，但是你别超出太多。好，这里有一个转折的地方，笔尖轻轻来2根儿，顺着脸蛋儿往下。看我的线条都不会超出它的外轮廓太多，然后其他的地方我们就以线条带过，勾一下。头顶上这里擦掉一些。好，然后这一层完了之后，我们就去给它底胶封层，上底胶，底胶封层，封层的话是选的免洗封层，和大拇指一模一样。后续的动作就是和大拇指一模一样啊，记住。上完封层之后，然后我们去勾完白色的线，白色的微雕胶，白色的微雕胶把毛发沿着再勾了之后，我们就去贴饰品，这个腹甲的地方就结束。就这个中指涂就结束，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个无名指的格纹，无名指的格纹还是用的那2个颜色啊，就昨天取的这2个颜色。再来取一点这个亚肤色，亚肤，好，用这个亚肤色取一点，在中间画一条宽宽的线条，你可以稍微不规则一点。好，画一条宽宽的线条，然后给它加粗，利笔啊，利笔压笔尖儿，利笔压笔尖儿去画线条。反正你又不用考虑跟它对称。好，等它干了之后，竖向的线那个格子，我们用这个粉色，也就这里这个肉粉色啊。好，可以了。剩下的都是微雕胶的部分，而微雕胶的部分都是在封层上面去操作，所以说这2个甲片我们现在去涂底胶和封层，然后这里的话我就不录了啊。
照完灯之后，我们拿出 C10白色微雕胶，拉线笔取白色微雕胶，将兔兔的边缘轮廓毛发部位再给它出挑一点。首先是它的面部中间眼睛上点2个小点儿，增加一下它点眼睛的小高光。对，轻轻的点一下，这个点儿不能点太大啊，点在眼睛的外轮廓，靠近外轮廓的位置，点一个小小的点儿。脸蛋上也可以来2颗，对，小苹果肌、小腮红上面，好，来2颗。然后接下来就是它的毛发部分了。毛发耳朵尖尖上顺着边缘，哎，轻轻的点一下，来一点儿，然后顺着边缘勾一下 C 弧轮廓，靠近根部的地方，沿着边缘轻轻的点2下，C 弧贴着边缘。头顶上来一条线，看这2个毛毛像不像外八？一个往左，一个往右。其实这个毛发线条是很短的，轻轻的笔尖顿勾一下，点个点儿。哦，看一看这个小兔子显得有点不太聪明的样子，还可以在它的眼睛上方，这样点2个点儿。头部完成，接下来到格纹。边框原法式边框，再给它加一条线，勾一下。好，拿去照灯，这个线条勾得如此的漫不经心。好，剩下的4个指甲我已经把钻贴好了，也已经封了层了。这边是一个亮光封层，然后这里的话是，只有钻上面还有边缝的地方是封的亮光封层。把它拿下来看一下，已经操作完成。簪钻因为大拇指前面已经教过了啊，然后就不给你们看副甲的簪钻了。好，樱花兔款式操作完成。